喜欢看完结文的宝子们千万不要错过，这篇末日完结小说绝对算得上是国内末日题材天花板，无数人打出9.9的超高评分。温馨提示，请备好瓜子，连好 WiFi， 马上发车喽！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12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最近的骚扰短信也太无聊了，连末日都能编。坐在咖啡馆忙着数据分析的我，随手又把手机丢在一边。末日，今天赶不出来报告，明天的确会是我的末日。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11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又是这，现在的骗子也这么努力了吗？真是卷到极致了，看着手机上的短信，我只能作此感叹。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9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有完没完？现在已经晚上7点，天都黑了，还这么锲而不舍，一次次打断我做数据的思路，怒而回复：骗子骗子骗子！我没钱，再怎么也没钱。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7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一定要这么敬业吗？一定要挑着我吗？非得从我这拿点什么是吗？行，那就硬碰硬试一试。我点击了回拨，千言万语已经涌到嘴边，不好好骂他一顿，我简直对不起，是大嘴炮之王。可是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隔1个小时就骚扰我的号码是空号。我呆呆地看着手机，忘了挂掉电话，机械的女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，这太诡异了。环顾四周，晚8点的咖啡馆里的人并不见少，聊天的、赶工作的、发呆的、写作业的，哪里有半点要世界末日的样子？察觉到自己想法的我吓了一跳，竟然因为一条陌生的短信开始怀疑世界，我一定是疯了，赶紧给自己灌了一口冰咖啡，摇摇头继续赶工作。余光瞥到手机，会继续发提示信息吗？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6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很准时，再一次如期而至。这一次我真的呆愣了，难道是有人在恶作剧吗？可是我并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日常与人交流仅限于公司的同事，难道是暗恋我的人？这个念头很快被否决。沈君啊沈君，你以为你还是青春期吗？竟然还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怕不是被工作折磨的连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关上电脑，准备回家继续工作。今晚注定是一个通宵。今天周日，我选在公寓楼下的咖啡店加班。5年前刚从学校毕业的我，留在这座城市，在互联网大厂打工。刚开始的我工资微薄，孤儿院长大的我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。一路走来，地下室、合租、隔断件我都租过，直到去年涨工资，我才终于舍得搬进单身公寓。再过5年，我要争取攒齐首付，哪怕是偏远的郊区。这样想着，我已经到了公寓门，旁边是一家711。我推开门，打算囤点咖啡，免得晚上做数据的时候脑子不清醒。拿了几罐平常牌子，迅速走到收银台。你好，一共48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。我打开2维码，脑子里想着的仍旧是密密麻麻的数据。请拿好，慢走，沈小姐。我接过手提袋，准备推开便利店的门，突然间脑子意识到什么，我猛地转过头，看着收银小哥，很年轻干净的一张脸。对视之间，我喊道：沈小姐。我记忆中除了工作往来，从来没有人知道我的姓名，只听见收银小哥带着点点笑意，缓缓说道：是的，沈小姐。我忘记我是怎么回到家的，我好像已经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，好像有什么不对，那条线从我脑袋中一晃而过，但我没能抓住它。叮，手机短信提示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5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短信依然在继续，我盯着手机，屏幕上的文字渐渐模糊，变成711收银员的脸，似乎在提示我什么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就算他与短信没有关系，我也要搞明白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。迅速抓起手机，坐着电梯奔向楼下便利店，拉开门。你好，欢迎光临711。一个悦耳的女生对我说道：不见了。你好，请问刚刚的那位收银员呢？白净的那个男生。我向柜台后面的女生问道，却见她一脸疑惑。刚刚？今天一直是我呀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不对，刚刚明明是一个25岁左右的男生才对，我的幻觉。我不久前才提着4罐咖啡回家，想到这里，我打开支付记录，没错，47分钟前我就在这里买了咖啡，是一个男生收款并递给我。我把支付记录朝面前的女生晃了晃，47分钟前我在这里买的东西是一位男生收的款。然而面前的女生却依旧一脸疑惑，表示一直都是她值班，没有其他人。奇怪，太奇怪，我完全没有头绪。今天一次又一次的短信出现又消失不见的收银员，难道真有什么末日？那我是不是该准备什么？我放下手机，朝面前的人抱歉地笑了笑，对不起，可能是我记错地方了。说完，我拿起购物筐朝货架上走去。目前短信除了时间，没有任何其他提示。如果真的是末日，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了？末日最需要囤什么？
我朝自热米饭、自热锅的货架上走去，企图把架子上的东西都放进购物筐，然而根本装不下。我转过头问到收银员：“请问可以送货上门吗？我需要办聚会，需要的东西太多，买这么多显得有点奇怪。”我只好找了一个借口：“可以的，请问您是住在这栋楼吗？”“是的，3302顶楼。”当时图便宜，只好租了顶楼的2室1厅。“好的，您选好您要的，我马上让同事给您送上去。这里的自热米饭、自热锅，还有功能饮料、罐装咖啡、瓶装饮用水、充电宝，我都要了。”其实我内心仍旧对短信有所怀疑，所以挑的都是平常用得上的东西，即便没有末日，这些也是我的必需品。柜台后面的小姑娘听见我的需求，缓缓张大了嘴巴，也许是意识到不妥，很快恢复了常态。“好的，请你这边付款，我的马上送上去。对了，请问有切西瓜的刀吗？麻烦给我一把，买水果忘记切了。”我补充道：“有的，我们一起给你送上去。”“好的，请尽快，我朋友们马上要到了。”此次共支出5904元人民币，若是没有末日，我一定要把屏幕后的人揪出来狠狠揍一顿，毕竟平常我连买件上百的衣服都舍不得。电梯里，我看着逐渐上升的数字，渐渐的，眼前似乎又出现那我收银员男生的脸，我甩甩头，真是魔怔了。我这不是见鬼了吧？抬起头看着电梯广告，却看见几个大字：倒计时4个小时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4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这下我真的懵了，如果短信是诈骗，电梯广告要怎么解释呢？难道背后的团伙直接黑进了物业？不对，这不可能。刚刚的那个男生又是怎么回事？今天的一切都太诡异，在我思绪万分的时候，电梯广告又恢复地产广告，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突然间恐惧起来，这是在提示我什么？电梯一到，我迅速打开房门，给手机、平板电脑充上电，打开购物 app， 把周边的尚在营业的超市里的罐头、水、速食、巧克力、纸、女性用品、蜡烛、手电筒、天然气便携罐等一切下单，并要求在1个小时内送货上门。做好这些，我又在平板里下载了几部平常爱看的电影。我将家里的桶、盆全部接上水，连洗衣机都成了我的储水工具。我站在屋客厅中间，望着楼下的霓虹世界，心里恐惧又忐忑。难道真的会是世界末日？叮咚，门铃响了，是楼下便利店的工作人员。刚刚的那位小姑娘，你好，这是你刚刚要的东西，需要我帮你搬进去吗？不必了，放在门口就好。我冲工作人员笑了笑，他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只想快一点打发他走。哼哧哼哧的把一堆东西搬进客厅，我一个人在，另一间房一直空着，原本想租出去，可是地段不太好，离市中心太远，哪怕不贵，也无人问津。后来我索性放弃，享受起一个人的世界来。另一间房也逐渐成为我的工作间，平常在里面喝喝咖啡、看看书，更多的是在里面度过加班时间。这下要成为我的储物间了。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3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短信又一次到了，3个小时，我还能为自己做点什么？物资已经囤了很多，花了我快6位数，已经够我吃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甚至买了许多干黄豆，准备到时候自培豆芽吃。还好我会做菜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我买的东西陆续送货上门，一个接一个的快递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，倒也正常，大半夜的跟批发似的，别人不拿我当疯子才怪。物资很快堆满了家里，储物间已经没有空间，我不得不把阳台、卧室、厨房一切空间拿来放这些东西，并且整理好写上名称。您被抽中为本次末日幸存者，编号16958，目前您剩下1个小时做末日准备，祝您顺利。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，我坐在一堆东西里面，望着远处城市中心无比明亮的灯光，心下说不出什么感觉。我似乎是在期待，又似乎是在逃避。拿出手机，拨打了那个发短信的号码，依旧是空号。我点击成短信编辑模式，如果没有末日呢？显示已发送，没有回复。我再一次为自己的愚蠢而折服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烦躁，想要把手机扔到地毯上。然而，叮，编号16958，黎明只属于勇敢的人，祝您顺利。竟然又回复，我怔了怔，迅速回拨电话，依旧是空号。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？手机里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太魔幻了，网络上没有任何消息，依旧是八卦娱乐站头条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，却能定时发送短信，并且能与我沟通。不对，这个号码可以发送短信。我迅速编辑，末日会以什么形式出现？为什么我是幸存者？地球会怎样？已发送。叮，编号16958，请等待。我看着时间，显示凌晨2点18分。如果按照提示，便只剩下42分钟。真的会有末日吗？我头脑沉沉，坐在地毯上，看着外面的灯光，却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。叮，短信提示，编号16958，末日已到，祝您顺利。砰砰吱吱，车辆撞击的声音，急刹车转弯的声音，几乎同一时间响起。其实混乱声并不大，或者是因为我在顶楼，显得小了许多。我直起身来，透过阳台落地窗往下看去，街道上发生了连环追尾。33楼望下去，路灯下指甲盖大小的车一辆挤着一辆，并不太真切。车祸吸引了许多人，人像蚂蚁一样涌向车祸现场。这城市从不缺少夜生活。突然，
街上蚂蚁堆一样人群四下散开，我贴在窗户，用力的想看得更清楚。可恶，楼层太高，我根本看不真切。我打开窗户，风一下灌进来，我差点被掀翻。顾不得这些，我听见楼下的尖叫声此起彼伏，和风声一起吹进我的耳朵。末日真的来了！我半个身子探了出去，只看得见街上模糊的混乱，可是好奇心驱使着我用力想要搞清楚。我突然想起大学时加入野外探险社，社里要求每个成员自备望远镜，当时口袋空荡荡的我，硬是做兼职买了一个。我迅速跑进房间，从杂物箱里翻了出来，还好当时想着生命至上，选了一个质量中等的，现在能用。我回到窗边，用望远镜望着街上的景象，人间炼狱，这是我直观的感受。街上的人扭着身子，伸着胳膊，想要抓住什么，有些人已经抓住了活着的人，用力地撕咬着对方，被咬的人迅速倒了下去，又迅速站了起来，或者说活了过来。旁边的人恐慌无比，反应迟钝的来不及逃，而有些人则已经跑进黑暗里，地上全是血迹，一滩又一滩，在路灯下泛着光。我跌坐回地毯上，窗外的尖叫声越来越弱，渐渐只剩下深夜的风呼啸着冲进客厅。我心里乱成一团，环顾着客厅里一箱一箱叠放的物资，我现在还能为自己做点什么？拿起手机，打开网页，然而一直提示404，没有网络，意味着我只能获取信息的渠道只有这个短信发送号。从最初的12个小时提示翻下来，企图从中获取一些信息，现在已知该号码无法电话联系，但可以短信往来，编号16958。对，这是该号码给予我的身份。如果我是16958号，那么就说明这个世界至少有16958个幸存者。幸存者之间怎么联系？短信已发送。叮，短信提示，编号16958，线索就在记忆之间，祝您顺利。记忆，自收到提示，我的记忆之中的元素。短信，电梯，对，还有那个男生，他会不会也是幸存者？他的出现难道是为了提示我做好准备？我现在要怎么和他取得联系呢？可是他出现的时间实在太过短暂，我完全找不到头绪。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无比烦躁，起身来回回在客厅踱步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咖啡，冰冷的液体划过喉咙，我终于感觉舒畅了一点，叹了一口气，望着被物资填得满满的冰箱发起呆来。刹那反应过来，冰箱竟然正常运行着。我走到厨房，拧开水龙头，清澈见底，没有杂质，一切都没有变。为什么？可是街道上的惨剧却是真实存在的，这一切到底怎么了？几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数据分析打工人，现在被困在这70几平的空间里动弹不得，真是让人丧气。会不会这一切都是梦？醒来一切都变好了，被柔软的被子包裹着，这一生的记忆在脑海里走马灯花。在孤儿院里，我性子懦弱，总是成为欺负的对象，却还不敢还手，也总是吃不饱饭。院长妈妈说我像个猴子，会偷偷给我塞点心。后来社会资助我上了大学，那应该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周末兼职，平常学习，空闲参加社团活动，胆子渐渐大了起来。不是没有男生向我示好，可是身边的好像总是花花公子，而同性朋友我似乎也无法融入。没有一刻闲下来的我，错过了很多和他们交往的机会。我羡慕他们一起逛街说说笑笑，羡慕他们肆无忌惮和爸爸妈妈撒娇，嘟着嘴问男朋友自己漂不漂亮。靠，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？到世界末日了，我都是一个人想着想着，我竟然睡了过去。醒来时天光大亮，在床上正梦片刻，我奔向窗前，街道的车拥堵着，有些侧翻着，有些已经挤压变形，还有的撞在护栏上。蚂蚁一样的丧尸来来回回，狰狞着面孔，伸长双手找寻食物，那副样子实在太过可怕。世界真的沦陷了。我用牛奶给自己跑了麦片，又拿出冰箱里的水果，仍然运行着，一口一口慢慢吃了起来，脑子里仍然整理着线索。说起线索，我又拿起手机，这一次完全没有短信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找到昨天的男生？可是该去哪里找他？现在外面的情况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出门硬扛。更何况我拥有足够的物资，我是不是可以完完全全拥有这个属于我的小世界？脑子里思绪万千，咚咚咚咚咚咚，敲门声。这个时候竟然有敲门声，冲上来了。我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。如果真的是丧尸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根据我的电视经验，砍头可以毙命。我捏了捏自己的胳膊，还好，平常坚持锻炼。可是这是未知的敌人，我根本没有预测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渐渐往砸门方向发展。我拿起昨晚准备的西瓜刀，小心翼翼地往门边挪动。砰！门外传来砸人的声音，然后是什么东西倒地了。我终于鼓起勇气接近猫眼，是昨天那个男生。他此时正用棒球棒和2只丧尸搏斗，地上已经躺着一只。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门外的男生3下5除2地解决了2个丧尸，又开始敲门。我仍在开与不开之间徘徊，线索提示有提到他，然而他会不会是冲着我的物资来的？看他的表情，似乎是失去了耐性。开吧，看他干净利落的身手，或许日后有所帮助。我拉下锁，推开一小条缝，和他的眼睛撞个正着。我刚要开口问他是谁，却听见再不让我进去，这门口怕是要让他们堆满了。我见识了丧尸的凶狠，听他这样一讲，赶紧推门让他进来，又迅速将门反锁上。他身上的血腥味传到我鼻子里，我不禁生理性干呕。转过身看着他，他却是不看我，
反而环顾了一下屋内，用略带轻松的语调说道：“觉悟蛮高的嘛。”然后转过头看着我，他的眼睛黑白分明，一张脸上带了些许的血印子，手上的棒球棍滴着血。我皱了皱眉，他意识到，迅速将棒球棍放到门边，认识一下，我是编号08089，你好。说着，对我伸出手来，我没有回应，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你好像很了解我，为什么会突然末日？他收回手，插在裤包里，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你的问题和我预料的一样，不如边吃边聊。”他笑得很干净，是年轻小朋友特有的气质。我看着餐桌上吃了一半的麦片，冷冰冰地对他说道：“请坐，还希望你不要辜负末日的这餐饭。”他毫不客气地在对面坐了下来，我给他准备了一份一模一样的早餐，甚至还给他双倍分量，毕竟也许他会给我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请吃吧。他取下黑色鸭舌帽放在一边，拿起勺子，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的麦片。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慢慢打量他，寸头，皮肤称得上白皙，鼻梁挺拔，可能是刚刚打斗过，鼻尖带着薄汗，眉毛很浓，穿着黑色夹克衫，里面的白色 T 恤沾上了血迹，右手抬起吃饭的时候勾勒出浅浅的肱二头形状，蛮帅的小朋友吗？我心里这样想着，看出什么了吗？他突然抬头问我，眼睛实在很好看。我稳了稳呼吸，平静且诚实地回答道：“是个蛮帅的神秘小朋友。”敢问小朋友，答案是什么？丝毫不怯地与他对视。他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，笑着说道：“如果是不能接受的答案，姐姐你要听吗？”不能接受的答案？这都末日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我抱着双手，背靠向椅子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昨天我还是一个小职员，前途大好，今天就成了末日幸存者，还有什么不能接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正色道：“我先介绍一下，我是编号08089，或者叫我林深。我知道你是编号16958，沈军，我们都是幸存者。我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收到短信提示了，最开始我以为是恶作剧，并没有当真。可是短信实在太频繁，我即便是拉黑了号码没用，尝试着打过去，却提示是空号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点了点头，内心确定他没有说谎，又看着他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后来我发现可以通过短信与这个号码联系，于是我开始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。我想，既然我是编号08089，那么一定有其他被编号的人，所以我问一共有多少人，分别是谁，都在哪里，我要做什么？然而却没有得到确切回复。当时我心里对此有所动摇，然而诡异的号码又使我不得不信，所以在囤物资的同时，又在思考要怎么获取更多信息。于是我问道：“如何联系其他幸存者？”得到的回复是：“线索就在身边。”说完，他又直直地看着我，我满脑子疑惑，问了一句：“对，是你。”他异常肯定的语气回答道：“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因为他提示我线索就在身边，所以我在短信页面输入我自己的具体坐标，很快得到16958沈军这一回复。所以说到这里，他摸了摸鼻子，所以你就开始注意到我。我接过他没有说完的话，是的，在开始接触你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我们之间很多相似之处，比如我们都没有朋友。我看向他的眼睛，忽然全身无力。我想，也许他原本的话是我们都很孤独。我闭了闭眼，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幸存者挑选的标准是孤单的人？”我想，至少这是其中一个理由，也许是为了末日游戏顺利来临。说着话的时候，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悲伤。末日游戏？难道这都是被人操控的？我瞪大了眼睛，这样的答案确实很难接受。然而他却反问道：“不是吗？”我冷静下来，的确这样比较说得通。提示短信，目前尚在供应的水电，这一切似乎都指向幕后操守这个线索。而孤单的人，往往社交关系简单，影响会小得多。想到这，我沉默了。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操控人类的生死？线下处境艰难，虽然囤了物资，但毕竟都是消耗品，没有办法一直坚持。安静了半晌，我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会来找我？难道你认为提示短信只是为了让我们囤物资吗？”我想，没那么简单。至于找你的原因，一是我目前只得到这个提示，另外，我想结伴而行，大概是让这场游戏继续下去的条件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完全糊涂，大脑接收了太多信息，我根本来不及消化。而林深似乎更有思考能力，刚刚也见证过他与丧尸搏斗的场面，在这末日和这样的人搭伙，的确有利于我。他见我沉默不语，表情凝重，又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道：“放心，我已经研究了要怎样完全杀死丧尸，而且咱俩的物资1年半载可没问题。”我看着他双手抱头，明媚的笑着的样子，点了点头。的确和外面比起来，我们是幸运的，愿这样的幸运能够长久。小朋友，你什么时候走？正在往嘴里塞蓝莓的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3秒后吞下蓝莓，不可思议地说道：“不是吧，沈军，我冒死上来为你答疑解惑，饭没吃完你就赶我走。还有，我说了，我叫林深，或者编号08089。”我总觉得他说这话多少带点咬牙切齿了，听他这样一讲，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于是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可以多坐会儿再走。”沈军，你知道丧尸有多可怕吗？我这脸这衣服还有那棒球棍都是最好的证据，这样的情形你竟然还要赶我走。我看着他因激动略涨红的脸，带着些许委屈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些不近人情，语气不自觉软了下来。可是我们总不能住一起吧，小朋友？我戏谑地说道。
却见他一脸正色，为什么不可以？现在方圆800里的活物，8成就我俩了。还有，叫我林深。的确，对付丧尸我毫无经验，结伴的人一旦分开，失去联系的可能性极大。面前的男生自进门以来，可以断定没有说谎。虽然男女同住有许多不方便，但总归会多一份安全感。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拥有聪明头脑的劳动力呢？好，你睡客厅，我提供物资，你负责善后。说罢，眼神示意他洗碗。原本以为他会反对，却听见他高高兴兴地说道：“遵命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却也不自禁笑了起来。有人陪伴的感觉，蛮不错的吗？趁着林深洗碗的时间，我坐在阳台的地毯上，望着窗外毫无生气的人间和秋日上好的阳光，心下悲凉。这个世界怎么变得这样快？街上的游荡的丧尸，昨天的他们会不会也在期待未来的日子？如今却真正的行尸走肉，在想什么？林深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我闻见他身上仍旧残留的腥气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不如你先去洗个澡。”他很快反应过来，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抱歉，没顾上。浴室柜子里有新浴巾和新牙刷，洗漱用品随便用。”我指了指浴室的方向，很快里面传来水声。真的很奇怪，从家里看出去，很多东西都被毁了，可是偏偏水电都还在正常运行，背后的势力究竟是什么？这样的游戏意义在哪里？心头问题一个接一个，好像有线索，我却无法连接起来。现在快上午11点，手机里没有短信提示，我是不是应该问点什么，多获取一些信息呢？到底世界上有多少幸存者？如果结伴而行是条件之一，那要怎么联系其他人？身后传来响声，我一转头，林深头发滴着水，腰上缠着浴巾，腹肌大拉拉展示在我面前。现在的小朋友都这么会保养吗？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直接，林深不好意思道：“抱歉，衣服脏了，可以找件衣服给我吗？”我望着他的眼睛，闭了闭眼，假装平静地说道：“你等我一下。”然后逃也似的奔向卧室，深呼吸好几口气，暗骂自己是色狼，竟然对一个小朋友目不转睛。所幸我是一个喜欢收集旧物的人，大学时期的衣服都舍不得扔，那时候穿衣也没风格，总是宽宽大大的 T。几分钟后，我试探着对上身局促在白 T 里，下身裹着浴巾的林深说：“不如你还是回自己家。”他闻言弯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我的衣服已经放进洗衣机了，待会儿就能换上。”真是考虑周到，不过哪怕发生点什么，我大概也不吃亏吧。我偷瞄着他被 T 恤包裹的腹肌想到，不如我脱掉。头顶上传来林深的声音，我抬头对上他带着笑意的眼睛，我只是看合不合身。这什么破借口，真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。林深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坐在了地毯上，我只好并排坐了下来。楼下街道似乎没有任何变化，丧尸不知疲倦地寻找着食物。沈君，这场游戏会怎么继续下去呢？林深叹了一口气，问道。我无法回答，他并没有继续追问。或许他本来问的就是他自己，毕竟现在的我脑子一团浆糊，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了血腥气，可是我还记得他在门外对付丧尸的景象，足够震撼我了。我甚至暗暗想到，等我的物资耗完，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这孤独的一生呢？中午12点整，叮叮，2部手机短信提示同时响起，我俩几乎同一时间站了起来。编号08089，任务30个，祝您顺利。编号16958，任务30个，祝您顺利。任务，看来真有幕后操手，只是30个指的是什么？难道……我看向林深，他回望过来，30个，难道是他们？我能听见我声音里的颤抖，恐怕是的。林深表情凝重地回复到我此刻的表情，恐怕比哭还难看。早晨猫眼外的情景恶心至极，如今轮到自己要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所谓的任务，这是幸存者待遇。你有准备什么武器吗？林深问到，我无力地点了点头。当时在便利店有拜托收银员帮我带了一把西瓜刀，只是当时并不清楚末日会以什么方式出现，也只是为了防身而已。现在竟然真的要用它砍向我的同类，想到这里，我绝望地捂住脸。林深似乎看出了我的内心想法，伸手握住我的肩膀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别怕，他们都是已经去世的人。可是，他们昨天都还是活生生的人，也许还在为着未来奋斗，想着回家和家人吃饭。如果我们不去管所谓的任务呢？”我抬起头看着林深的眼睛，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我一些答案。他定定地望着我，不做任务，大概会有2种可能：一是物资耗尽，我们被迫外出，但我想第2种的概率更大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恐怕幕后操手会以各种方式逼我们尽快处理任务。”逼我们？我很疑惑，追问道：“我们处在这里，他要怎么逼我们？”我不知道，或许是断水断电，或许是丧尸涌入，又或者是其他的。他环顾四周，轻声说道。我突然感到深深的无力，又觉得无比愤怒。自有记忆起，我一直努力，渴望自我救赎，生活也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如今看来，竟只是世界玩物而已。我用力捏紧手机，怒从心起。如果没有他，我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？林深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恐怕没用，手机只是一个媒介而已，只要背后的人愿意，媒介可以变成任何东西。沈君，我们一起完成，外面一定还有和我们一样的幸存者。是了，林深提醒了我，至少会有16958个人还活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复下来。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其他人呢？
你说过，你输入你的坐标，只得到属于我的信息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只能找到对方。没有错，我当时的位置坐标在市中心，只得到关于你的消息。我猜测，一个城市至少会有2名幸存者，所以我们想要活下去，必须要去其他城市。我捋了捋他的话，问道：这是打怪升级？所以，我说这大概是末日游戏，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，背后的人恐怕会不断给我们线索，直到结束。结束？如果我们半路就死了呢？我颇为讽刺地问道。只见林深看着我，无奈地缓缓说道：沈君，我们只是几万分之二而已。靠！我内心已经脏话连篇，以为自己是末世女主，结果竟然只是1/1000，女主变路人，难怪娱乐圈总在抢番位。我去到厨房，翻出昨天买的西瓜刀，握着刀柄折回到客厅。林深见状打趣道：末世女英雄，气势很到位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反击道：你也不错，紧身小野猫。他听闻大笑起来，笑声爽朗，黑白分明的眼睛弯出一点弧度。若是没有末日，和这样的男生接触大概也不错。林深小朋友，拜托请负起你末日教练的职责来。小朋友，末日教练，紧身小野猫。沈君，你对我的称呼还真是多变。他抱着手，半眯着眼睛俯视着我，我却是不打。见状，他低声继续说道：现在已经是午饭时间，不如请沈君姐姐招待一下我这个小朋友。我闻言呼吸一滞，现在的小男生这么会吗？迅速转身到厨房，按下砰砰跳的心脏，还是自己修炼不到位。简单的用素食做了2个菜，想到即将正面面对丧尸，我慢吞吞扒着米饭，脑子里已经浮现了血腥的场面。毕竟是自己的同类，哪怕已经失去意识，要举刀相向还是需要勇气的。沉默着吃完午饭，真正的较量就要来了。林深换回自己的衣服，制定了策略，告诉我刀需要快准狠地砍向丧尸脑袋，其他地方仅仅会造成行动伤害，他会先尽量控制，让我先练手。我表示同意，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。林深推开一小条门缝，外面没有行动的丧尸，只有早上的3具丧尸尸体横叠在门外。他推开门，来到安全出口，用棒球棍轻轻敲着门把。很快，楼道传来西锁的声音。他用眼神示意我做好准备，我双手握紧刀举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安全门，声音越来越近了。脚步声夹杂着像野兽一样的低吼。林深左手推开一条安全门缝，猛然间2只带着血污的人手伸了出来，用力地往林深的方向挥舞。这是只女丧尸，长发和血迹混合，粘在她大半的脸上，眼神灰白空洞，龇牙咧嘴的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，还有连绵不绝的血污从她嘴里流了出来。林深用棒球棍死死抵住丧尸的胸口，防止被他的双手抓到。可是这东西力量惊人，似乎感受不到痛觉，棒球棍深深戳进他的胸腔，也不退缩。林深朝我喊道：动手啊！沈君，一会其他东西来了，我俩恐怕要折在这里。我回过神来，举起手里的刀，用力砍了下去，却没有对准头部，只将这东西的脸皮削下来一大块。他的脸肉只剩下一丝皮连着，随着他的动作而在半空晃动，血点子甩到我的脸上，我一下子慌了神，不敢做下一步动作。头部，对准头部。林深由于用尽全力与丧尸对抗，涨红着脸朝我大喊道。看着丧尸离他越来越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沉了沉肩，抬起滴血的刀，用力地朝他头上砍去。一刹那，女丧尸就倒了下去，卡在2扇安全门之间。这里的剧烈声音已经吸引了其他东西，好几只嘶吼着争先恐后从楼梯下爬了上来。沈君，打起精神，战斗还没有结束。林深见状，赶紧提醒我，然而我的刀却卡在女丧尸的头骨里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林深立马拨开我的手，握住刀柄，脚踩着那颗头颅，扑哧一声拔出来刀递给我，我赶紧握住。下面的丧尸已经扑了上来，林深一边挥起棒球棍，一棍子敲在那东西头上，很快眼前的丧尸便倒了下去。另一只丧尸已经将手伸向他，我赶紧用力砍了下去，丧尸的手被砍断，血喷了林深一身。他闪身到一边，又是一棍，3只丧尸重叠在一起，挡住了后面的怪物。林深赶紧拉着我返回到屋内，关上了防盗门。我俩靠着门喘着气。好几秒后，林深侧过脸面对我说道：末世女英雄出战告捷。我看着他起伏的胸膛，很抱歉地答道：抱歉，害你差点被抓。我没有准备好。他咧开嘴角笑了笑，熟能生巧，更何况要不是砍掉那怪物的手，我恐怕就要沦为盘中餐了，只是又要用你的洗衣机了。我闻言低头看着他满是血污的衣服，心中愧疚更甚。你先去洗一洗，我在这里看着。好，辛苦你了，你这门够厚，怪物倒是进不来。说罢转身朝浴室走去。我放下手中的刀，揉了揉手臂，透过猫眼看到剩下的几只丧尸翻过同伴的尸体，跌落在门廊上，狰狞着拍打我的门。看着可怖的面孔，我充满了担忧。如今好几只这东西徘徊在门外，我们要怎么出去寻找其他幸存者？你也去洗一洗吧，你这一身比我好不到哪里去。林深围着浴巾走出来对我说道。我顾不得看他身上的血腥味，浓得我无心想其他事情。站在热气腾腾的浴室里，温热的水浇过皮肤，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全是刚刚在门外打斗的画面。我已经不能再任由自己乐观地考虑其他可能性来自我麻痹。这样的局面，尽管目前有林深冲在最前，但没有什么比自己强大来得更有力量。恐惧自然是有的，但那有什么用呢？
最终的归宿约莫是成为那些怪物的一份子罢了。除了选择活下去的机会，我还能有其他什么选择呢？等我从浴室出来时，林深已经做好了晚餐。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，又咧嘴笑道：“还以为你吓着了，躲在里面偷偷哭呢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看着面前的3菜1汤，香味扑鼻。一刹那间，我竟有种家的感觉，这是末日的情感补偿。我顾不上思考，刚刚的体力消耗已经让我饥肠辘辘，立时拿起筷子吃了起来，胃很快得到了满足。林深倒是不紧不慢地吃着，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良好的仪态，突然好奇问道：“末日前你是做什么的？”他抬眼看我，又埋头吃饭，自我嘲弄地说道：“计算机编程。”可是你说我们之间孤单是共同点。他咽下最后一口饭，用纸巾擦了擦嘴，说道：“我大二那年，父母意外去世，亲戚们想方设法要走遗产，我又不傻，迅速把财产变现，算是彻底与来源的圈子决裂。前年从恩大毕业，落户到这里，原本打算在这里安家的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望着外面已经亮起的霓虹灯，餐厅暖黄色的灯光落在他的头上脸上，眼睛里的落寞满得快要渗出来。我心里暗暗懊悔自己的鲁莽，脑子里想着要怎么开口安慰，却见他笑着转过头来说道：“你不必想办法安慰我，我想你应该更不容易。”我眼眶发胀，又自觉与他实在不算相熟，在他面前点眼泪过于亲密，于是勉强笑了笑，迅速站起身来收拾碗筷。你做饭，轮到我洗碗。假装镇定地端着碗筷走到厨房，我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，所以我的身体仍旧僵硬，直到听见他去往客厅的脚步声，我才放松下来，擦了擦摇摇欲坠的眼泪。收拾好厨房，我看见林深坐在地毯上，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身后，问道：“目前的任务你还剩下28个，我剩下29个，我们要怎么办？”他没有转身，完成任务最快的办法只有直面更多的素材。我猜测，等我们完成这个任务，背后操守就会下发下一条任务，或者我们才有资格拿到关于其他人的线索。今天的任务是中午12点下发的，估计以后也是。更多的素材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试探性问道。他终于转过头来，没错，离开这栋楼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尽快完成任务，更有可能拿到线索。与其在这里消耗物资，等背后操守推我们出去，不如主动去发现。我与他对视之间，脑子又不断消化他说的话。可是我们怎么走？目前我的车停在地下室，空间太小，根本放不下太多东西，只怕去外面物资不挤不上，又回不来。听到我说的话，他略带得意地笑了。所以我在末日之前买了房车以及整车的物资。这下我真的惊讶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男生竟然如此豁得出去。他站起身来，近1.8米的个子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不必惊讶，我原本就喜欢旅行，所以用全部积蓄买了房车，想着若是没有末日，我挣够了钱就全国玩，4舍5入我也算有房有车。你今天可以开始看看要带些什么，等明天解决完楼里的，我们就出去打怪去了。今晚我睡沙发。说罢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离开了阳台。我站了片刻，对他说了晚安，走进卧室，收拾了几件贴身衣物，几套简单方便活动的衣服。我的东西原本就不多，丢掉不必要的，也才不过登机手提袋而已，再加上一个双肩登山包，已经足够了。毕竟要解决完楼里的我俩才能离开，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走。做好这些，我躺进了被窝。原本以为今夜会是一个不眠夜，也许是今天惊吓过多加上劳累，我却很快睡着了，且一夜无梦。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10点，我走出卧室，将手提袋和背包放在角落，以便随走随拿。看见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发呆的林深，他已经换上了自己的那身衣服。听到动静，他转过头来笑着：“醒了。”早餐在桌上，吃点东西，歇会儿我们就去解决楼里的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迅速解决了早餐，招呼他准备。他见我一只不大手提袋和登山包，就这些。沈小姐，这一去几乎没有回来的概率了呀。我一边扎着马尾，一边回答道：“怕什么？就当做个土匪，路上缺啥抢啥吧。”他笑着点了点头，顺手戴上了黑色鸭舌帽，又从厨房拿了一把尖刀给我，说道：“距离远的话可以用西瓜刀，面对近距离攻击的丧尸，用它对准太阳穴，应该会更顺。你把它收起来，等出去以后用。”我接过刀来，比划了几下，放进了背包里。林深走到门口，拿着棒球棍，透过猫眼观察外面的情况，转过头来对我说道：“外面有4个，我们现在33楼把他们解决掉，再按昨天的办法吸引楼下的丧尸上来，在这里解决的越多，我们去停车场的路就会越顺畅。”我握紧刀，点了点头，紧张地跟在他的身后。他一把把门打开，门外的东西闻声都冲了过来。林深先是一脚踹倒了一个，又抡起棒球棍解决了后面的丧尸。我眼见着地上的东西要爬起来，立马冲了过去，毫不犹豫地挥刀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剩下的一个怪物朝我扑了过来，手已经抓住了外套的帽子。林深放倒，迅速转身过来，砰！这只怪物在我身旁倒下。注意安全，最好背对着我或是屋内，不要让自己两面受敌。他语速很快地交代道。33楼走廊安静下来，林深把昨天安全门内3具搬开，我俩一左一右地站在门两边。他像昨天那样敲着门把手，很快就引来了那些怪物。看着他们嘶吼着冲上来，我俩对视了一眼，用眼神给对方打气。由于林深是正面面对丧尸，所以他主要负责用棒球棍阻止丧尸，我从侧面攻击，争取一击致命。
有了昨天的经验，刚刚的热身，我们俩的速度快了许多，配合得很默契。很快，安全通道的尸体就重叠了起来，后面扑上来的丧尸已经只能伸着手，狰狞着牙齿怒吼。好在林深1.8米的个子，用棒球棍从高位解决了好几个丧尸。我俩退回到屋内，扔下刀，径直坐在玄关休息。我喘着气说道：“咱们这样速度太慢了，来一波丧尸，这安全通道就得堵。按这个形势，还没等出去，尸毒就能给我们先毒死。”林深闭着眼睛靠在墙上休息，听我这样吐槽，说道：“沈小姐进步神速啊，昨天吓成那个样，今天就嫌出手速度太慢了。”对于这人的阴阳怪气，我已经见惯不怪了。他见我没有接话，睁开眼睛继续说道：“那就只有冒险了。我刚刚看电梯还在正常运行，不如直接坐电梯到负1楼。只是这人说话不仅阴阳怪气，还总爱大喘气吊人胃口。”我急忙追问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“只是我担心半路电梯停下来，我俩到时候被困在那小方块里，到时候恐怕恶战难免。”我沉默片刻，突然想到，如今安全通道已经堆成了小山，简直可以说是一道屏障。再想办法把门把手连接起来，防止尸体山倒下来，再用声音把楼里的怪物都引到33楼，来一招调虎离山之计。想到此，我赶紧将想法告诉林深。他沉思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的确目前最省时的办法了。”我找出从前搬家时捆扎纸箱的皮带，林深拿着东西出去，将安全门把手捆了起来，然后进来背上我的登山包，拿上棒球棍，我拎着袋子，握着刀，紧随其后。我站在电梯前按了下键，缓缓上升的数字让我和林深大气也不敢出。终于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2只面目可憎的怪物冲了出来。还好早有准备，我俩干净利落地了结了他们，把手提袋扔了进去，又返回安全门，敲击出响声。很快便听见尸体旁边传来嘶吼声。林深解决了几只怪物，又确定安全门足够牢固，我俩飞奔进电梯里面，按下负1楼，电梯开始下降，没有任何中间楼层停顿，明明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却漫长的宛如1个世纪。到达负1楼之后，也有怪物追了上来，我们两人背靠着背，迅速解决，跟着林深跑到房车前，开门关门，一气呵成。林深发动车子，飞快地开出了地下停车场，驶上公路。这是末日后我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。我侧头看向他，夕阳的光勾勒出他的侧脸轮廓，鼻梁挺拔，下颌线清晰，嘴唇微张着喘着气，鼻尖上的汗水折射着光，黑色棒球帽遮住了他的额头，他的眼睛看着正前方。这样一丝不苟开车的林深竟然很性感。喂，沈君，看够了没？被戳穿的我很是狼狈，于是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车果然不错。”空气中漂浮着静默，也许是太过尴尬，半晌林深才说道：“你要不去后边参观了再说说。”我低下头来，恨不得缩进脖子里。车外面天越来越黑了，我开口问道：“我们去哪里？”“外是。”“去那里做什么？”我疑惑道。“到了那里，我们发消息，找其他幸存者的线索。”林深望着前方说道：“好，那我来开车，你先休息一会，等晚一点换你。”刚刚那一番折腾，他又总是顾忌着我，恐怕耗费了不少力气。他转过头开了我一眼，又迅速看向前方。“好，你现在整理一下你的东西，等到了高速路口，换你来。”我答应一声，便往后边生活区走去。林深考虑的的确很周到，东西一应俱全。卧室是高低床，余下的空间都摆满了物资。我将身上的衣服换下来，随便翻了点罐头，当做晚饭吃了起来。外面的天完全黑了，原本车后面跟着的丧尸不见了踪影，世界安静的只剩下车前进的声音。霓虹灯亮着的市中心越来越远，看起来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冲开车的林深喊道：“是不是快了？你在高速路口停下，换我来。”过了2分钟，车子靠边停了下来，林深起身走往后面，拿起罐头吃了起来。我坐上驾驶位，发动车子，向未知的茫茫夜色驶去。凌晨1点，林深坐到副驾驶，脱末日前工作的服，我格外能熬夜。睡醒了，已经走了快5个小时，估计日出之前能到外市。我一边开车一边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沈君。”林深突然没头没尾地说道：“谢我什么？你睡糊涂了吗？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毕竟我也根本不清楚外市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人。”林深摇下车窗，慢悠悠地说道。我呆愣片刻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旁边的男孩子笑起来明媚又阳光，一副傻乎乎的模样，做事情却又成熟靠谱，头脑清晰，出手干净利落，还顾忌着我的安全。明明认识没多久啊，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如果不是你找到我，我恐怕变得和他们一样。他听我说完，偏过头看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可是我让你离开了家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回复道：“我本来就没有家。”他没有再说话，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的目光，甚至他分明的眼睛里的星星点点，氛围变得悲伤而又微妙起来。你靠边停车吧，换我来。我开到一个平直路段，和他交换，走到休息区，躺倒不算柔软的上铺。我突然觉得有些恼怒，如果刚刚我没有在开车，我们会不会发生点什么？烦躁的拉过被子蒙住头，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只是这一觉并不踏实，这2天的事情萦绕心头，我一次又一次的醒来，叹了口气，我干脆起身，望着正在开车的林深，问道：“等天亮了，我们要直接进城吗？”“不，等到12点。”我计算了一下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完成，应该会有新线索。哦，你睡不着，在想什么？林深问道。我看着他的模糊的侧脸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只是在想，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日子会怎样继续？这么多的怪物，
根本不可能消灭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别说丧气话，我想既然存在背后操手，就一定能找到他，到时候一切就都清楚了。希望如此。我嘴上答应着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他似乎完全掌控了我们，把我们往他想要的方向引。对他而言，这场末日意味着什么？别想了，再睡一觉吧，到了我叫你。好。带着更深的疑惑，再次躺下，终于进入了梦乡。等醒过来，已经快上午9点，车停在了高速路口，林深坐在驾驶座观察着周围。偶尔会有丧尸翻过护栏，林深便下车解决掉。见我醒来，朝我说道：“饿了的话随便吃点，等收到线索，我们就进城。偶尔会有丧尸经过，你全当练练手吧。”我点点头，抽出湿巾纸擦了擦脸。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，这期间，在林深的帮助下，我解决了6只丧尸，渐渐地可以独立正面对抗。林深直夸我进步很快，我苦笑着摇头。距离12点还剩10来分钟，林深半摇下车窗，坐在驾驶室休息。有车来了。林深突然无比严肃，只见他身体往下蜷缩，紧靠着驾驶座，神情凝重地看着后视镜。我随他的视线望去，果然后面呼啸着来了2辆车，打头的是一辆 SUV， 后面紧跟着一辆厢式车，看不清楚有几个人，只是距离越来越近了。等到了高速路口，2辆车停了下来，几乎快和我们处在同一水平线。车上下来5个人，3男2女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块头，又高又壮，为首的似乎是个子不高的男人，约莫30岁。只听他说道：“先就在这里吧，等收到线索再进去。”线索？他们也是幸存者？我和林深对视一眼，他摇了摇头，示意我按兵不动。窗外的几个仍旧没有再说话。大块头似乎憋不住了，问道：“咱们真能在这遇着其他幸存者吗？花 A 市是附近最大的城市了，幸存者如果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，应该都会优先考虑这里。”开口的是一个女生，高挑的身材，栗色卷发，一身皮衣皮裤，身材极具诱惑力。行，那咱们就等着看有什么新线索吧。大壮开口附和道。周边安静下来，我看了看时间，只差2分钟就到12点了。外面的人知道线索，也知道其他幸存者的存在，从对话来看，似乎也是为了寻找其他人而来，看起来可信度不低。叮叮，有消息了。短信提示和外面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糟糕，忘记关声音了。外面的5人侧头看了过来，我和林深看着对方，看来他们也收到了线索。林深点了点头，直起身打开车门走了出去。几个人见突然走出活人，都吓了一跳。靠，竟然有活人！天哪！5个人里看起来最年轻的一男一女喊道。我走出去，站在林深身边，如此场面5比2，若是真有什么事，吃亏的肯定是我和林深。目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，他们也是被选中的幸存者，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才能进行合作。林深，编号08089，各位幸存者，幸会。沈军，编号16958。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对方，露出狐疑的表情。为首的黑衣男子开口问道：“证据？”林深举起手机递给黑衣男，说道：“刚刚接到了短信，还没来得及打开，你们应该也是。”黑衣男看了林深一眼，接过手机翻了翻，又递了回来，说道：“李峰，09735。”其他4人见他开口，也纷纷说出自己的身份。顾梅06239，是卷发女声音。吴杰09210。大块头憨憨摸了摸头。潘文14721，一脸稚气的小女生，看起来像是还没毕业的样子。邓毅13561，是穿格子衬衫的小男生。大家互通姓名后，开始查看手机里的短信，编号16958，永登高峰，祝您顺利。我侧过头对林深晃了晃手机，他看了看，点头说道：“我的也一样。”其他5个人也互相交换了看了看，大家的都一样，永登高峰。这他妈什么意思？是嫌我们干掉的怪物太少吗？邓毅开口骂道：“恐怕没这么简单。”黑衣男望着远处的城市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进城再说吧。”顾梅说着就要打开车门。等等，林深开口喊道。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Y市人口多，我们开这么几辆车进去，恐怕寸步难行。那要咋办？咱总不能徒步进去吧？”大块头急忙喊道：“林深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李峰朝林深问道：“就开1辆车，我们一旦被分开，恐怕就在难会合。”一伙人看了看对方，又看了看手里的3辆车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可以哪1辆车比较合适？李峰继续说道：“开我的房车 ，SUV 虽然坐得下7个人，但恐怕物资补给不够，房车还能休息。”林深望着大家，我明白他的用意，一是分散行动不方便，二是我和他是后加入这个团队的，如果不做出点行动，恐怕不利于之后的合作。好，那就这样办，我们把其他的车靠边停，大家就地补充点能量，等休息够了，我们进城。李峰做出了决定，于是一行7个人开始整理物资，吃起午饭来。原来他们5个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遇到了。顾梅原本是和另一个幸存者同行，结果2人在外出寻找物资的途中被包围，他的同伴被咬，他逃脱后遇到大块头。潘文原本是超市职员，短信提示他没有放在心上，那天晚上刚好夜班的他见证了街上的惨象，还好反应快，躲进了储物间。困了2天后，被寻找物资的李峰和吴杰所救。吴杰是从郊区辗转到市里遇上李峰，这样看来大家相遇的时间都不长，有些人失去了原本的同伴，又互相遇到，重新搭伙。吃完午饭，大家小睡了片刻，
集合到房车上，进入了歪市。林深说的没错，车开过了人烟稀少的高速路段后，丧尸渐渐多了起来，跟在房车后面。我们不得不下车清理。这一战异常激烈，丧尸一个接一个扑上来，我们每个人麻木的挥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已经有些体力不支，速度慢了许多。一只丧尸扑过来，抓住了我的肩膀，狰狞的脸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绝望的大喊：“林深！”刹那间，他转头抓住丧尸的衣领，将他甩了出去。顾梅迅速上前一刀解决了丧尸。没事吧？有没有被抓到？林深检查着我的脖子，还好，没有伤口。我只觉得脖子火辣辣的疼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。还好顾梅走过来说道：“我带你消毒。”于是我跟着他回到房车上，剩余5人继续搏斗，没有伤口，只是这些怪物力气大得很，再晚一点，你不被咬死也得被掐死了。顾梅一边给我抹着消毒液，一边说道：“你看起来很有经验，下刀快准狠。”我沙哑着声音说：“他看了我一眼，我原先是健身教练，力量可比你和小文大不少，难怪他的体力能维持这么久。”正说着，潘文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坐在我们旁边，累死我了，这些怪物没完没了。我看了眼窗外，林深正奋力地挥着棒球棍，帽子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我看不清楚。想到他刚刚关切的表情，我的心里好像又复杂了许多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我再去处理几个。顾梅收起医药箱，又下车了去。公路上已经横着许多尸体，丧尸对我们的包围圈逐渐大了许多。我拿起功能饮料，递给潘文一罐，自己喝了2口。休息片刻后，我俩也回到战斗中。天色渐晚，附近的丧尸也解决得差不多。7个人回到车上休息，这儿还没到市中心，明天怕是更难。邓毅吃着压缩饼干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可不是，刚刚可把我累坏了。大城市就是不一样，这地儿的怪物跟我那市中心差不多了。”大块头接过他的话说道：“我看了他一眼，一身的肌肉，这体型对付丧尸的确很有优势。幸亏遇见了他们，要是我和林深2个人，我不仅会拖他后腿，恐怕这个时候我早已经是外面的一员了。今晚我们不出去了，大家好好休息，2人一班轮流守夜吧，就在车里，不要出去。”大家纷纷点头表示同意。男生在刚刚消耗了大部分体力，所以我和顾梅首先承担起守夜的任务。我俩坐到驾驶位，潘文和邓毅年纪小，被分到上下铺休息。其他3人在茶座，望着窗外浓重的夜色和市中心的灯光，我小声问道：“为什么这些基础设施还没有停？是背后操手做的吗？你们也认为有背后操手？”顾梅回答道：“不然怎么会有末日短信？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基础设施，我想恐怕是因为还没有被破坏而已。我原先在的地方已经没有水电了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和林深还以为除了尸变，一切如常。安静了一会儿，只听见顾梅问：“你和林深？”听见他的话，我转头看着休息室戴着帽子靠在椅背上的林深，他闭着眼睛，已经入睡。我收回视线，十分诚实地回答道：“我对他有好感。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林深于我而言不仅仅是末日战友而已。顾梅了然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我们都没再说话，专心盯着外面的动静。中途林深和李峰来唤我们，还好这一夜都无事发生。第2天，我们继续往城市进军，一路上且战且行。12点，信息准时而至，编号16958，救赎，祝您好运。我们互相看了看对方，林深说道：“我之前通过输入坐标找到了沈军，现在我们也试试这个办法。”听他这样说，我们纷纷在信息编辑面输入位置，果然大家都得到了其他幸存者的编号，只是每个人得到的竟然有所不同。大家又沉默下来，邓毅首先开口道：“这又是啥意思？”先是救赎的线索，现在给到我们的幸存者信息都不一样，大概率是让我们分头行动。李峰推测道。林深思考了片刻，分开的方法对我们绝对不利，这么多的丧尸，恐怕不等我们找到其他人，就得全军覆没。那怎么办啊？要是分开，我肯定是第一个死的。潘文年纪小，声音已经带着哭腔。李峰和林深互相看了看，最终决定违背信息，根据地理位置挨个寻找幸存者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只是谁也没有料到，我们根据短信所给的幸存者信息和具体位置做好了路线，一路上厮杀，终于赶到第一个幸存者所在地，却眼睁睁看着他被丧尸撕咬，然后病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不管到哪里，每一处皆是如此，而短信线索永远都是永登高峰，再无其他。这样的结果，每个人都很沮丧，没有什么比看着同类被撕碎更痛苦的事情。然而我们除了自保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他妈是故意搞我们呢！每次都这要巧。邓毅暴躁地说道。除了这个原因，我也想不到其他可能了。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，是不是当时我们分开行动，就不会有这些了？李峰垂着头无力地回答：永登高峰，永等高峰，这他们城里哪来的高峰给我登？要是分开行动，我们早就和他们一样了。吴姐也跟着吐槽起来，正是他的这句话让顾梅皱起眉头，会不会这个高峰指的是？说着，他抬起头看着不远处带着塔尖的高楼，众人随他的视线望去，心下也开始猜测这种可能性。很有可能这个线索一次又一次出现，那就说明我们这几天方向完全错了，那里可能就是背后操手所在地。林深根据他的提示分析道，那明天就是那里了。李峰望着亮着的塔尖说道。夜里大家休息时，我和林深守夜，窗外街道偶尔有丧尸经过，
又晃悠着去到其他地方。林深，我轻声喊道：“你说那里会有答案吗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”我俩又沉默了。是啊，明天的事情谁会想得到呢？我们只不过是被人耍得团团转的小丑罢了。做完了一个任务，还有另一个任务，任务没有完成，却有惩罚。沈君，林深在身旁轻声喊我的名字。怎么了？我侧过头与他对视。你那晚和顾梅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窗外路灯光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眼睛就这样看着我。听到了。那晚我还确认他是睡着了。我呼吸一滞，秘密被当事人窥破，我有点尴尬，又好像带着期待，稳了稳心神，直面他的目光，说道：“所以呢？所以我也是。”他说罢，露出好看的笑来。我无法准确描述此刻的心情，只知道一个心砰砰跳个不停。原来他和我也是一样的感受，末日终结了我们彼此的孤单。我也笑了，这20几年的孤独，这么轻易的被终结。第二天天亮，阳光毒辣，林深摘下棒球帽扣在我的头上，我们一行人下车，捏着手里的武器，一路不停地挥向扑上来的怪物。也许是这几天积攒了太多的怒气，大家下手格外精准狠辣。终于拖着满身的血污，我们走到这座建筑的最顶端，一出电梯，这景象令我们都惊呆了。整面墙宛如数个监视器，实时监测着幸存者们的情况。这里就是背后操守的老巢。左上方的便是我们熟悉的脸，我们看着屏幕上的自己，谁也没有说话，这实在诡异。明明我们彼此相依，却又好像有另一空间的我们一样。林深悄悄握住我的手，我看向他的脸，又回握了过去。房间正中央，一把椅子背对着我们，突然转了过来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光头男颇为遗憾地对我们说道：“没想到这次有人做到了。”“你是谁？”大块头开口问道。光头男微微一笑：“这似乎不重要，能看到你们，我很高兴。这些都是幸存者吗？”李峰指着屏幕上的脸：“如你所见，他们和你们一样，都是幸运的人，只是你们格外幸运。”光头男站起身，缓缓走到屏幕前，说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潘文大声质问道。光头男闻言，转过身朝我们走来，挨个打量着我们：“为什么？这个游戏你们不觉得很好玩？”“好玩？哼，你真应该尝尝这种滋味。”顾梅冷哼一声说道。光头男把目光放在他脸上，编号06239，看着你的同伴被撕碎的时候，他脖子涌出的鲜血，不令你兴奋吗？听到他的话，顾梅脸色一白，显然这唤醒了他痛苦的记忆。你真恶心！我忍不住说道。光头男没有看我，转身坐到椅子上。恶心？若不是这场游戏，你怕是要孤独终生啊！编号16958，你该感谢我才对。他盯着我和林深握着的双手。这个游戏叫做地球重生计划，每10年我都会启动一次。这个星球上的人太多了，不是吗？我一直期待着有人找到我，没想到只有你们。光头男摸着下巴，林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重生？你管外面那些不人不鬼的怪物叫做重生？你还真会狡辩。”被打断话的光头男并不生气，反而开心地笑起来，摁了椅子右手边的按钮。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视频，是末日前人们的生活，为工作奔波的一家人，天伦之乐的情侣出游的。这些往日画面不断播放着，我可没有那么残忍。这些画面都是你们口中怪物的脑海中的意识，对现在的他们而言，生活一如既往，从来没有变过。他停顿片刻，继续说道：“而你们敲破了他们的头颅，你们才是凶手啊！”我们是凶手？我们几个人互相看着对方，大家眼里都是难以置信和痛苦。你撒谎！要真像你说的，我们算哪门子幸存者？邓毅朝光头男大喊道：“你们切切实实地体会了这个世界，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。”光头男坐在椅子里，依然微笑着说道，语气无比渗人。我遍体生寒，握住林深的手又加重了几分。砰！邓毅拿起斧头朝光头男冲了过去，一斧头砍在他的头上，血笔直地流了下来。奇异的是，他的表情竟然没有任何痛苦。慢慢的，他的脸和身体每个部位忽明忽暗，就像是信号极其不稳定的虚拟人一般。我们都被这惊呆了。然而更奇怪的是，我们每个人开始和光头男一样。我转过头看着林深，我们像往常一样对视着。然而更大的恐惧淹没了我，我看见他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却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。林深，林深！我大喊道，眼泪涌了出来。然而毫无用处，周遭的一切开始破裂成碎片，一块一块往下落。这段时间所经历的场面一幕幕倒流，我们7个拼死砍杀怪物的景象，我和林深坐在车里的景象，顾梅为我消毒的景象，我开着房车在夜色中前进的景象，林深敲门自我介绍的景象，不断的在我眼前旋转，越来越快。我忍不住闭上眼睛，世界一下子变得黑暗寂静。良久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家中的阳台上。末日前我囤的物资消失不见，下面街道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夕阳缓缓落下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可是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还保持着半握的姿势，手上的温度似乎在提醒我，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幻觉，头上的棒球帽也在提醒我真实性。可是身边哪里有半点林深的影子？我痛苦地蹲坐在地毯上，眼泪接连不住，我终于放声大哭了出来。叮铃铃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，我赶紧擦了擦眼泪，却是顶头上司的电话。喂，我试探性地开口道，小沈，数据报告，立刻就要，关于这季度市场销售要重点详细。我望了望远方的夕阳，不等他说完，我开口道，陈总，我生病了，
提前休年假，报告您问其他人要。说罢挂了电话，长按关机。我魂不守舍地在家待了几天，心里终于开始接受这一切。也许我变成了光头男口中的怪物，我现在的生活不过是虚拟，而在其他空间，我正经受着幸存者的砍杀。林深的黑色棒球帽我放在卧室床头柜上，每一个夜我都忍不住想，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？我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什么？然而一切都无解，一切还是回归了正常。我的生活和工作又像从前一样密不可分，一杯杯咖啡和一个个数字填满了我的日日夜夜，就像是孤独一样。下班后我停好车，坐电梯到1楼，往711走去。家里的咖啡又被消耗干净了。你好，一共48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，请拿好，慢走，沈小姐。手刚碰到便利店门把的我停住了，慢慢转身，那张干净的脸冲我笑着。